紫妍离开后，萧炎一行人就回到了星陨阁，得到精品魂因果的药老立马就开始了闭关。其他的人也都在为提升自身实力做准备，而萧炎则开始研究起了地莽噬心毒的解药。5天后，终于是被萧炎找到了解毒之法。星陨阁后山的一处池子旁边，萧炎正在往池里加入药粉，直到池水变成了淡红色，萧炎在偏头冲着青灵笑道：青灵，褪去衣衫，进入池中吧。你若是能够将这些能量都吸收了，应该能够彻底将等级稳定在斗尊层次。青灵听到这话，先是一愣，随后脸色爆红。萧炎一看他的模样，笑了笑，随后转身表示自己明白，只是因为要随时加各种药粉，所以怕是不能离开了。青灵红着脸，低若蚊蝇般的嗯了一声后，就开始褪去衣衫。萧炎听到入水的声音，才转过头来，首先看到的就是青灵光洁的后背，只是在池水雾气升腾间，隐约有一9头巨蟒的纹身浮现。巨蟒只显露了一部分，另一部分随着青灵的腰身往下藏在了水中。萧炎正想仔细看看的时候，那9头蛇之中的一个脑袋突然睁开了双眼，一股凶戾之气毫无预兆的自萧炎心头暴涌而出。萧炎的双眼瞬间变得血红，一察觉到不对劲，就瞬间暴退了老远的萧炎，好一会儿后才稳住了自己的心绪，恢复清明。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九幽地冥蟒也不长这样啊！萧炎一头的雾水，只是这满肚子的疑问也只能等青灵醒来后解答了。青灵彻底解毒已经是7天后了，这段时间内，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灌入进青灵体内，那神秘的9头蛇纹身也是变得越发的清晰起来，甚至那9个脑袋上的蛇瞳都是微微的睁开了一丝。萧炎偶尔会被突如其来的暴力情绪影响，不过萧炎心神坚定，问题不大。青灵彻底苏醒之时，却是给了萧炎一个大大的惊喜。先是一阵能量烟雾布满了水池所在的山洞，随后一只脑袋大小的诡异眼瞳凭空出现，是碧蛇三花瞳。萧炎在看见眼瞳的第一时间就条件反射般的暴退了老远，与此同时妖瞳爆开了，随后就是一道庞大的身影自水池之中暴掠而出，冲着萧炎扑来，竟是一通体暗红的9头巨蛇，蛇头的那18只眼瞳呈血红之色，眼瞳之内的纹路竟同青灵施展碧蛇三花瞳时一模一样。突然意识到什么的萧炎猛然一声厉喝：青灵！那9头巨蛇才生生的在萧炎身前停下，眼瞳之中红绿之色不停的切换，最终还是绿色占据了上风。随后9头蛇的身体就迅速缩小，化为一娇小的身躯从半空掉落。萧炎接住青灵的一瞬间，就感受到了手中的滑嫩与柔软，忍不住的心头一荡，连忙稳住心神后，才朝着青灵望去，道：没事吧？逐渐清醒的青灵望着那近在咫尺的萧炎，先是一愣，随后感觉到腰间突然多出来的粗糙触感，低头看了看光洁的自己，脸颊扑通一下就红了，连忙挣脱萧炎的手臂，躲在石柱后面穿衣服去了。半晌后，穿好衣物的青灵才红着小脸蛋从石柱后走出。萧炎望着他那脸垂得火红的模样，干咳了一声后，连忙正色道：刚才怎么回事？那东西……青灵将小手搅在一起，闷闷的道：那是远古天蛇的灵魂。注：远古天蛇是蛇类魔兽的祖先之一，拥有着毁天灭地之能，能够算作跟远古天皇是一个等级的魔兽，数量比起天皇还要少。据记载，远古时便是灭绝了。远古天蛇，萧炎有些懵，他倒是知道一点关于远古天蛇的资料，可古籍上也没说远古天蛇有9个脑袋呀。原来在青灵体内的是变异的远古天蛇。青灵误打误撞之下，从一个远古天蛇的骸骨里将其灵魂召唤了出来，然后他就赖着青灵啦。青灵的碧蛇三花瞳对他并没有多大的约束效果，他有时还会出来捣乱，不过随着青灵的实力增强，他的抗拒也越来越弱。其实青灵的碧蛇三花瞳本不能控制远古天蛇以及吞天蟒这些拥有王系血脉的顶尖魔兽，可这9头天蛇没有身体，以后若是有好的机缘，说不定青灵真能彻底的控制住它。现在的青灵体内毒素已解，其实力也达到了1星斗尊，若是施展碧蛇三花瞳，控制实力达到4星斗尊的蛇形魔兽是不成问题的。自己的手下又多了一员悍将，萧炎是非常开心的。同青灵出了山洞后，萧炎就前往了星陨阁的大厅，准备跟药老谈谈重铸躯体的事情了。药老表示炼制躯体急不得，得准备一些材料。萧炎左手生骨融血丹，右手天妖皇血晶的表示材料自己早就准备好了。语毕又放出了一句斗宗巅峰的尸声出来。紧随着萧炎而来的风尊者乐呵呵的道：古海的话，我这里倒是有着一具4星斗尊的，是我往年的一个仇家，后来死于我手，怕没人为他收尸，便顺手帮他收了。
至此材料都已齐全，而且都是上上之选，药老恢复往日的巅峰实力不是什么难事。三人商议后决定第二天便动手开始炼制，毕竟谁也不知道魂殿的报复到底什么时候会到。当天夜里，萧炎拿出了自己在遗迹内生生搬下来的3根肋骨，仔细地研究了起来。萧炎将肋骨上的文字全都记住了，却始终不得其法。后来发现骨骼的表面设有封印，萧炎决定用3000连心火烤烤它。最终肋骨在将近10个小时的炼化下，终于是变成了一滩奇怪的暗金色液体。为什么说它奇怪呢？因为它仿佛具备了自己的灵智一般，偶尔间会凝聚成种种奇形怪状。萧炎最终没忍住好奇，用手指戳了戳，结果变故突生，那些液体突然间剧烈地蠕动了起来，然后紧紧地缠绕在了萧炎手指上，一瞬间便是将其整个手掌包裹。与此同时，一股无法遏制的剧痛猛地自掌心中传来，伴随着骨骼挤压的声响传出，疼得萧炎脸庞都变得扭曲了。半晌后，就在萧炎以为自己的手掌会被压碎的时候，剧痛却是戛然而止，那些暗金色液体如同潮水一般沁入其手中，飞快地消失不见。萧炎正愣神的时候，其脑袋便是在此刻轰然一震，随后萧炎的灵魂就来到了一个奇异空间之内。空间里一道身影负手而立，其体内并无半点气息以及斗气传出，萧炎却直觉他就是那位遗迹之内的斗圣强者，而这里应该是斗技之内所隐藏的一处记忆空间。这道身影仅是他的一点记忆残片。事实证明，萧炎的猜测全对，该身影就是遗迹的主人造化圣者。他在将大天造化掌交给萧炎后，就彻底消散了。注：大天造化掌是天阶低级斗技，而该掌法必须经由精灵弦淬炼了手掌才能够施展，否则必遭反噬。对，没错，萧炎误打误撞的就把手给淬炼了。萧炎凭借着记忆，在一遍一遍的摸索与尝试中，终于是成功的完成了第1次经脉循环。在运转完成的那一刹，萧炎体内大半的斗气都被抽蓄汇集在右掌之上。与此同时，与遗迹之内一模一样的恐怖黑芒在萧炎的掌心缓缓浮现。虽说气势远不及斗圣谷海的1/1000，但弄死摘星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吧。不知道若是再次遇见摘星时，他看到这斗技，面色将会何等的精彩。萧炎一边恶趣味地想着，一边将手中那核桃大小的黑芒重新转化为斗气，轻轻揉了揉右手，萧炎危险地笑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咯，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